Joseph， 你在这边怎么？怎么？Joseph， 你在这么？我有毛屁令哦，放一个仙人掌也是不错，变小人。哟，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来我频道，欢迎回到来 Walk Around 系列啦。现在是大概傍晚的6点半了，我的人呢，早上6点已经起了床了，已经拍了E36 BMW。下午到现在呢，人家放工了，我才来拍车的，因为现在没有顾客嘛，是不是？那我的人呢，现在来到了 Pandan Indah Toyota Showroom by Wing Hin Motors， 他们已经收工了啦，然后现在没有人了，我现在是来看他们的新款的 Vios。那我今天呢，就要来给大家 Walk Around 看看一下，因为讲真的，他们还没有 test car， 没有的试驾啦，所以我只有在看他们的真车到底是怎么样。我呢，今天就约了一个朋友，他就是 Joseph 啦。之前我试驾过了 Toyota Vios NCP 151的上云顶，那这一次我就想要问一下他的心得，从一个旧款的 Vios 怎么看这个新款的 Vios。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个赞，不容易啊，拍摄啊。OK，Let's go。全新大改款的 Toyota Vios 2023年推出。Joseph， 你在这边怎么？怎么？我跟你们讲啊，这个衰人真的是很衰。我车刚买1年罢了啊，他就来带我看新的 Vios， 合理不合理哦？就是要带你来看一下新款跟旧款有什么分别嘛，是不是？哪里知道你看了你喜欢，你会下单呢？老板帮我确认啊，外面那里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说真的，我会觉得它的车头很像 Toyota Camry 啦、Altis 啦。你看那个边就有一辆 Toyota Altis 的家族设计哦。当时推出的时候呢，我还以为它的 logo 是一个 radar sensor 嘞。3D 的，它就用上了，在那边有2粒 camera， 所以这次呢有加了 ACC 跟车啦，还有 Stop and Go 是吗？之前是没有的。在我前面这辆是一个最高配的 Toyota Vios 的 G Spec， 它这次推出的只有 E 跟 G 啦 ，cancel 了 J。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这边，它的引擎盖呢竟然是在这里就停了，而这一块呢就长得像什么呢？有没有像那个 Honda Civic 这样子？有没有花罗汉的头？有没有？有啊，现在的日本车好像走这样的风格去哦。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里是进风口，来到这里就会出风，让你的轮胎还有你的刹车卡钳会降温哦，有用哦，有动哦，不是开玩笑的。那这里大概一个拳头的高度，原装车，轮胎尺寸为205 50R 17寸，它是用着 Continental Premium Contact， 刹车卡钳呢单活塞的，好像跟之前没有什么太大分别。反正这个轮圈我个人觉得很好看，有没有觉得像Toyota地箱？边上不一样罢了，17寸哦，很好看哦。这个来到后面这里呢，大概也是一个拳头的高度，也是一样205 50R 17寸，后面有刹车卡钳哦，这个棒啊，1级棒。如果你买到同等级竞争对手 H 品牌，要买到 Hybrid 的才会有哦，这个 G Spec 已经有了的。那个，Joseph， 你是什么？我有毛屁令哦。这辆车的设置是前麦花臣，后面是 torsion beam 扭力梁。不得不说，它长得有一点像，不是有点像了，是真的很像 Honda City 耶。个人觉得它比 Honda City 来得更美啦，它的尾带还有它保感都很匹配了啦，不像你的 City 那种像330又不像330哈。然后它的尾巴也长得很像 Toyota Camry， 如果你从这个下面的角度这样看下去，真的有一点像。这里就是没有东西的啦。我有配合前面的 design， 还有电池阀，后箱空间好像比上一代来的更小哦。spare tire 不见了哦，怎样办？我知道了，Toyota是为了让你省油，然后它拿掉 spare tire 偷情，然后你的车可以更快。那你用了 spare tire 吗？第一天就丢在家了。我是很少用的啦，因为我们在 KL 驾驶的话哦，基本上就是我们会有胎压侦测器啊，如果是没有风啊，我们就会注意了的，稍微少一点点风就是中钉子，会去补轮胎啦。可能在高速上面呢，紧急会用到，基本上我们在市区驾驶是很少用到 spare tire 的。这个 G Spec 哦，都会有尾翼哦。我第一次看到 Toyota 好像是买 G Spec 就会给你这个 body kit 哦。黑色的那个 ducktail 啊，上一代的话要 GRS 才有。不过我觉得应该要耐心等一下，我觉得它还会出 GRS。这头蛋坏蛋，他这样子做以后，讲 aftermarket 要这样子卖，这样也是他送给你啊。是原厂就送给你，不用改。E Spec 就没有了哈。这一代的椅子呢是不能做6式倾倒啦，这个也是很多人喷的地方。这里有 airbag， 也没有扶手啊，它有给你后座冷气出风口哦。Damn， 这个我想要。这个是同等级竞争对手里面一定要有了的，跟你说，人家都有嘛，不可能没有嘛。这个时代应该要有了。可以摸到的地方都是皮革啦，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置杯架，我觉得这个很棒，真的很方便，放一个手机啊。2个也没问题耶，你要放花盆也是可以。真的啊，花盆哦，你要种花，放一个仙人掌也是不错，变小人。这些可以摸到的地方都是皮革，当然它不是真皮啦，这种是人造皮来的，对吧？看了比较大一点啦，像这种有纹路的地方，高级，真的。虽然是 plastic， 我们来看一下质感啊，没有像 Veloz 这样的。然后我们再来 quality check。
哎，至少它没有，你知道吗？哦，是哦，没有，我很多。真的。我觉得它的座子有点高，有调的不能呢。哎，我好像上到 Mazda 3的感觉。我感觉到它的整个 dashboard 哦，好像比你那一代更加低一点了。嗯，头部空间大概是2个拳头啦，是蛮阔的，只是说我有一点不习惯它比较低。这个 screen 很大个在这边，不过我很漂亮啦，我很喜欢，它有点像马自达这样。是哦，好像 Mazda 3的感觉。我这边是硬质塑胶，硬质塑胶。B segment 不要要求太多，冷气出风口。哎，这个不一样哦，会掉下来的哦。我的有那个慢慢掉下来的感觉。是吧？哎，但是它有红色灯哦，你看那个脚那边。哎，这里有红色灯哦，红色的、红色的耶，然后它可以换64种颜色哎。哎呦，那个锁匙没有给我。哎呀，哎呀，如果这个影片超过1000个赞的话呢，Winnie Moto 说他会借我车。欢迎大家点起来。到时候我拍更多的 footage 给你们看 ，POV drive 上云顶没有问题。 1000个 like 冲起来，冲起来！哎，以前我们是用把灯开大小风，这是用旋转，会比较更 class 一点啊，大小一点。Veloz 好像用这同样的，我这边就没有wireless charging啦，但是有一个很大的洞，很深很深，比我的还深。哇，你还可以放一个 Spark Tank 没有问题、哦。比我上一代还深。那 Galaxy Fold 4很厚哦，放进去还有这样大的位置，所以我基本上可以把我的钱包什么丢进去都没有问题的。这里也可以放你的锁匙。哇，它的电脑这一次比较小力哦。哎，比较短呢，很漂亮。上一代的好长哦。还有皮革耶，我跟你说，这个皮革加分了。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Auto Hold， 这个是换 Ambient Light 啦。哎，我现在是在换颜色耶，看到吗？哎，是。哇，真的是64种颜色这样子来换诶。老哥的手速好快。OK。哎，但是它的灯是门那边没有啊？没有，跟泰国版不一样。泰国版是在这里。泰国版是在这里。所以马来西亚只有在这边，然后还有下面这边。对，这边下面还有储物空间，可以放手机啊那些。没有的调整手扶，但是位置正常了，至少可以让你开车的时候放手子来，我们看一下，很舒服的放。哦，这个位置才正常嘛，这个才像家里的沙发。你那带的 Vios 就吐口水，有等于没有，是不是？又没有后座冷气出风口，而且这里是皮革，它特别照顾司机哦，那个脚这样子靠很舒服。对，只要你的脚碰到的地方，还有手碰到的地方都是皮革的话，就真的是加分。虽然这个储物空间没有讲很大，但是这个是啥？这一代的 G Space 是原厂就标配，手机那样放下去。哦，这样子。上一代还要自己加钱买。然后这个 LED 哦，白灯了哦。哎，有镜子的，镜子在我这里。为什么这个不是给乘客，是给司机的？不好意思，这是不要卖给女生。哦，这边还有一个哎。哎，对哦，置杯架，这个是真的是加分。这里是手动调节，驾驶员这里也是手动调节哦。哇，你那边有置杯架啊，我这边其实也是有哎。哎，这个好像是2代已经有的嘞。哎，它好像不要 fire 那种感觉有没有？对对对对，很实用，这个我很喜欢。对对对，还有皮革包覆这样子哈。我看一下能不能放下一个 iPhone 12。这个也可以中仙人掌。可以可以，可以种花种仙人掌。手机啊，看 GPS 也是没有问题。Sunglass Holder 这个很好哎，像我这种戴眼镜的，只能眼镜盒都乱丢。哎，好，这个好，这个加分。这里有一些碰撞系统关闭啊，循迹系统关闭啊 ，Parking Sensor 然后头灯调节高度啊，还有自动远光灯哦。哇，这一代的 Pedal Shift 跟上一代一样的感觉，也是银色的，只是这一代的方向盘呢是看得比较好看啊。说真的，讲真的，这个7寸的 Multi Information Digital Display。它的仪表盘，讲真的，这辆车差不多整10万块了，我有一点不甘愿了。为什么阿夏又跟我一样，阿迪法又跟我一样，那个 Elza 又跟我一样 ，Veloz 又跟我一样，这么全部共用？我知道啦，多大你要节省成本啊，但是你可不可以做一些区别啊？你不然的话，我就好像跟你们买一样的等级的车，哎，好歹都是整10万块的车嘞，有自动头灯 ，Auto Rain Sensor 嘞，看到吗？哦，这个我都没有。自动的雨刷，这是它 Start Button 啊，把它搬过来左边，我觉得比较方便，它容易按。上一代的 G Spec 是有 Auto Dimming Rearview Mirror 啦，这一代就 cut 掉了。送Toyota的 Dashcam 啊，它好像没有 WiFi 的哦，没有，这样就麻烦了。这里的 Button ACC 跟车就是这边调了。下次我试驾的时候呢，可以玩给大家看。反正这些 Button 按下去的感受就好像有如 Elza 里面的 Myvi 里面的一模一样，就是 Driving Mode 哦，Power、Eco 还有 Normal。这里的 Button 好像跟上一代一模一样。我们锁门哦，哇，这样大声了没？你的有这样大声啊？比它更大声，比它更大声。这一个储物空间，小小的，最重要的看到吧？哇，老伟还有上下前后啊，这个我就没有。但是我还是觉得它可以再做出来一点，要不然你这个车的外形这么 sport 了哦，你的坐姿没有很 sport 的话，说不过去呢。我现在就只是最低了的，然后我把这个方向盘放到最低，好像有点不太适合我的坐姿哦。
前面以前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啦，我身高173，大概4根手指吧。然后我的头部空间呢，2根手指。哎呀，这个比较残酷哦。你多高？177，那个头都好像没有位哦。它这一代特地做好像掀背型的设计，然后就牺牲了头部空间，是不是？发泡棉屁股那边是软软的，腰部支撑还 OK， 只是说椅垫还不够长，是吧？椅垫不够长，如果再长一点，长途来说会更舒服啦。倾斜角度还行，给它斜一点就更加舒服了。可惜这一代真的没有armrest，很可惜。哎呀，中间还有一个鼓起的地方，大概是这么高。上一代是平的，是咯。它这个是为了好像是要加强chassis的强度。哦，不是 rear drive ready 啊。弯接再下去的，要弯，可能还要 4 wheel drive。那个signal声，眼睛盖。它的尾灯呢就有那个序列式的signal灯，有那个高级感在那边了。然后这一条线好像跟你那一代的一样一条哦。讲真的，我比较喜欢你那一代3粒，如果它能够再长一点下去哦，我觉得会更好看啊。那个 LED 的 signal 灯是真的是 best， 虽然是 LED， 它是慢慢亮、慢慢暗的。MyV 也是这样，但是它速度快一点 ，Mazda 更明显。DRL， 它里面的这个头灯其实也是4粒 LED， 有2粒是近光灯，有2粒是远光灯。你看它的亮度也是不错的，真的很亮。不好意思，今天早上看惯了2.5公升的引擎很大副，现在看到一个1.5公升。那这副引擎呢是一具2NRVE 的一副引擎，你那副是2NRFE， 也是一个1.5公升的自然吸气引擎。如果没错的话，压缩比是一样的，但是据说这个是为 DNGA 打造的这个引擎啦。这一代的马力又降低了哦，我觉得好像每出一款新的 Vios 这样子又再降低一点。以前的 Vios 是109P 的，然后慢慢降到107，107的话来到这里是104，是吧？听讲油耗比以前上一代更好。哦，是啊，因为它马力降低了嘛，速度也更快啊。对，然后它的扭力从140，然后降到变138，降低了2个扭力，还有1个 horsepower。据说0到100也快过上一代的。下一次跟你那个 drag 一下好不好？反正轮胎都是2057嘛，试一下咯。OK， 下次跟你就试一下。配搭这一副 CVT5段变速箱，哇，这边有一个隔音棉啊，所以这一代的隔音他讲肯定是比上一代好咯。我们真的去试了才知道。引擎盖都变大一点，它延长到 fender 这边了。其实这一个好看是因为它直接到前面，对，好像 GT86 的感觉咯。GT86 也是这样嘛，比上一代的轴距长了70mm 啦，大概是2620mm 的长度，其实比 CD 还来得更长哦。然后它车身呢比上一代的总共长了5mm， 宽了10mm， 还有高了5mm， 高了5mm 没关系的，我们后期改装可以把它降低的嘛，是不是？对，一逼遮穿丑啊，反正17寸了又不用改轮圈了，很好看的。本期视频乱拍就到这里，我先做一个简单的 walk around video 给你们看。如果有将来有机会我拿车了之后呢，我会更深入的了解。As usual， POV test drive。POV 跟定rank ，OK？ 哇，我的头发有没有乱？头可断，头发不可乱了，兄弟！非常感谢Joseph这次陪我来到这里，有没有？要不要换车？大家记得 like1000个 like 起来。我觉得我给他试了之后，他一定要换车了。非常感谢 Winghin Motor 啊，等我来到这边，他们其实要关门了的，但是我还在那边拍摄，所以非常感谢他们抽空让我拍摄这辆车。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 ，Goodbye。